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一起认识一下我们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大家好，我是于波红。在爱情和婚姻当中，没有纯粹的赢家或输家，而只会是双赢或者双输。大家好，我是严品红。想要拥有甜蜜的爱情，先从好好爱自己开始。大家好，我是珊娜。婚姻的终极目标就是将我们平凡的日子能酿成醇厚的美酒。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大家好，我是曲伟。婚姻如熬汤，火候比胜负香。哎，你看，我一个说美酒，一个说熬汤，这就是生活。那我们看看今天来求助的这两组嘉宾，他们到底是要熬汤还是要酿酒？一起有请他们登场。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于先生54岁，来自广东，司机；房女士51岁，来自广东，个体。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用2个词来概括你们的问题：房子、父母。今天来节目的诉求是什么？就希望他做好他父母的思想工作了，不要老是误解我。他脾气差，强迫症，不仅我父母受不了，我自己也受不了。啊，欢迎二位啊！结婚多长时间啦？我们领证是我们是二婚3年左右了，因为一上来就二婚的啊，因为我们2个都是2婚啊，都是第2次婚姻是吧？是的，领证3年。3年啊，那你们在上一段婚姻当中都各自有孩子吗？有，对，都有孩子。那现在孩子都是跟着谁在过呢？独立了，都独立了。成家了吗？还没有，没有，都没有哈，都没有。您是男孩女孩？我是女孩。女孩，您呢？我是一男一女。哦，您俩孩子呢，一男一孩，一女孩。行，那咱们听听这个刚刚结婚3年的夫妻2个人发生什么事儿了，闹到我们节目来了。之前呢，他们的户口就是在他前妻的名下，然后他们父母呢，就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找我们商量着，想把那个户口给迁出来，就跟我们说要买一套房子，然后呢，这个首付就我来出。到时候他们就过来住。他们是谁啊？是他的父母。然后他们就每个月补贴2000块钱给我们做月供。然后到23年春节的时候，这个房子也装修好了，然后我们大家就一起过年嘛。那谁知道他们吃了这个年夜饭之后呢，就急急忙忙的就回去了，就一直也没有过来住。那个房贷了，那个补贴了也没有再给了，到现在呢，还是这个房子都是我一个人在供。当初说好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会出尔反尔？这房子是给谁买的？我没听清楚。这房子就是他父母跟我们商量，说要买一个房子出来，就把他跟他儿女的户口，之前我们的户口，也就是说把孙子孙女的户口迁出来呗。对，就把他的女儿和儿子的户口迁出来，要迁到你们这儿是吧？是的。然后这个房子是用来迁孩子的户口用的。你们本身是有房子的吗？有，那我那套房子不是我的名字，那个村里面的杂居地的。对，自建房。所以你们那套房子是没有办法把孩子迁进来的。是的，所以必须要买一套。对吧？那孩子的户口之前是在我前妻那里。那为什么迁你孩子的户口你不出首付呢？当时我那个条件他就不允许嘛。就是您手上没钱呗，说白了，他手上有钱，所以他付首付，对吧？所以这事儿现在怎么着就没下文了？就是因为他年30那天晚上呢，有点误解，感觉到他的各方面好像对他们那2个老人不是很在乎的意思，他就感觉到他没有尊重他，他2个老人就有点生气了。当天就年30过后了，他就回去，因为我爸爸妈妈也是那些干部嘛，感觉到没有被尊重。他说我以后我去那里住了后，那个更长的日子的话，他感觉会怎么样呢？他就接受不了了，他干脆我就不会了。他们呢？他就不去住了。还不是为了房子的事情忙乎了？就是前一天过春节的时候嘛，然后我们还在为房子的布置啊、装修啊这样子，所以也挺累的。可能就是那天白天我们就睡了一个午觉嘛，就可能睡得有点晚。
然后他父母可能就不高兴了。嫌你没起来做饭啊，应该是。我想问一下，这房子首付你付的，这房子的名写的是谁的呀？是我的名字。哦，是你的名字哈。婚后买的。对，婚后买的哦，那也是夫妻的共同的啊。那所以现在您是觉得心里别扭，就是这房意思本来答应他们要付后面的钱，现在也不付了，对吧？是的。发那些无名火，一想起这件事，他就会找到我来怼。怼了我说，对啊，我说我也跟我父母去解释，跟他那里也去解释。我说我父母那里我也没办法说，我说说了，我说也理解。我说你那方面我理解，但是他老人家他不理解啊，他觉得我去那里我是那个义务去帮助你们，我还要受那个气，看你的脸色，我就觉得不愿意了，我就干脆我就不去了，就是等于帮补我们那个2000块钱，他也不给了。那如果不是为你父母的话，对，我还能投资这个钱吗？为什么要迁户口？按理说孩子是您跟前妻共有的孩子，对吧？对。那为什么要把您跟孩子的户口？已经判了给我的嘛。如果叫小孩去读书啊，要拿户口本啊，都不方便，不住在一起。对，钱就有了，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需要把户口迁出来。这个迁出来是正常的，因为监护人是他。过年的时候睡到下午3点没起来做饭，这是对你第一个不满，对吧？肯定还有其他的不满，还有什么不满？刚好那个小孩要上学，他去大学嘛，就是刚开学了。那天他就叫我去送他，我就跟他一早就6点多就起床去送他，我就开车，他就坐在副驾，去到我妈的那里呢，他也没出声。最后我们接了孩子走了之后，我父母就给我电话了，就说你媳妇是咋回事呢？说一大早来到我们2个老人家在这里，他也不跟我打个招呼，说他很不尊重那个老人。哦，他说你来到这里他说你都不可能跟我打个招呼再走吗？因为他送他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很早哈，天还没亮我们就起床了嘛，然后我就在坐在副驾里，可能有点迷迷糊糊的这样子，然后他父母下来了搬行李这样子，我就本来想下车的，但是前后就不够2分钟，他们就把行李搬上车了嘛，我就说哎呀这样子那就算了。就没有跟他们父母打招呼，你也没摇下车窗，是的，喊一声爸妈是吗？但是后来了，我们去到学校又帮他儿子搬行李啊，这样，然后他也拍了视频给他父母看嘛。谁知道回来以后，他父母就说我怎么这么没礼貌还是啥的，人到了也不给他们打声招呼。但是我就心里就说嘛，我说那声招呼有那么重要吗？我人也到了，然后我跟他儿子也是出钱出力啊。我说他们为什么就是不能看到这样子了？早上打声招呼，早上好，那问候一声也很应该啊。你就再紧在2分钟，你也不差在那2分钟嘛。那把那个窗摇下来，不可能还让老人家上来问候你嘛？他感觉他是不是受到委屈了？所以这是第2件发生了误会的问题。误会了，他更加不愿意了。说我要看这样的脸色，我受那个气。说以后还不准还有什么气给我受的。说我2个老人又不愁吃又不愁穿的，我何必要去受那个气？那他们要知道啊，那当初我投资这个房子的出发点肯定是为了你们啊。除了这些点滴的事情之外，你父母对他还有其他的意见吗？脾气很暴躁，一说到什么就什么，随时都会点爆的。他是不是对他、对我或者对小孩的好？他就是比较直性子嘛，看到什么他就说你什么你这样不要那样不要那样。我爸我妈看在眼里，他就觉得我老是给欺负的那个。他说你这样的性格，他说我去跟你合在一起住，我都感觉很辛苦。他说我干脆我就不去了。我说你还不是都是为你好嘛？对呀。你会当着他爸妈的面说他？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都是比较直来直去的，不会拐弯抹角的这样。然后有时候会在他们父母面前我也会说，但是没有说的那么厉害嘛。你跟父母有发生正面的冲突吗？没有，就是相互背地里默默的对对方不满，对吧？对呀，但只是我就作为中间人嘛，他有什么不满意的，他要跟我说。我去到我父母对他不满意的又再跟我说，我说我要2边去调和，我说我也很难，我说你也不乐意，我说我爸那边他也不乐意，我说你叫我怎么搞？说好的事情，那他们为什么做不到呢？他们为什么没有兑现这个承诺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媳妇儿跟婆家之间有一些矛盾，然后导致这个矛盾，这个火药散发到了你们2个人身上了，对吧？散到我的身上了，他就本来我们一直都很好的，那个关系都很好，没什么的。那现在你们2个人感情咋样呢？好多争争吵吵的嘛，争吵就多了，说起这个房子的点事情，我就一上气啊，一来气我就跟他吵嘛。吵完了以后他呢，他跟你对吵，就比较那个偏向冷暴力嘛。反正我的习惯了，你跟你吵我也是这样，我不吵也是这样。您自己说自己冷暴力啊？比较冷，他就是冷暴力。冷暴力，他爱吵了我就不出声了。啥事了他就不理不睬，对，也不找你。然后你去哪里他都不管，也不问，不跟你说话是吧？对，不跟。能持续多长时间？我们就都之间就说，就看一下谁的那个耐性比较好一点。他的性格就是这样，我也不去管他了。之前呢还会苦口婆心的去说那件事，现在说了也没用，他随时随地他爆发的，哪怕一件事，哪个很小的事他都可以这样。他喜欢吃的东西。他就老是叫你要做这样，要做那样吃。如果他不喜欢的，我喜欢吃的东西，这个不要吃，那个不要吃，这个不允许吃，那个不允许吃。那我这不都是为你好吗？都是为我好的，都是为我好的。还有一件事，他跟他父母一起的时候，他老是说他们的家乡话，我一句都听不懂。然后当时候我还这样偶尔插上一两句嘛，然后说着说着，我就干脆我说我一句都听不懂啊，然后我就不出声了嘛，然后他又不高兴了。说我给脸色他们看嘛，高兴。但是他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无话不说的。我妈的那个性格都比他很开朗。刚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对啊，开朗啊。后来你就变成沉默寡言了，他也不想和你说。看到你那个脾气那样，他也不想说了。吃饭也好，聚餐也好，他就拿着手机，你夹个菜都 OK 啦，找话题说嘛。那我只是不出声而已啊。对啊，他不出声，他就感觉你就是有那股傲气在那里，儿子对他有什么想法，他都有这样的想法。他心里本来就是有气嘛，你还非要让他把这事儿，他这几疙瘩没解开，他怎么装啊？他又不是那种能装的人。对啊，他也不装了嘛，所以他也是觉得你也有气了嘛。所以重点是在这疙瘩要解开呀。哎，你们双方跟彼此的孩子的关系怎么样啊？都可以，都可以的。所以其他的看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一开始的这套房子闹成了现在1、2、3、4一连串的问题出来了，对吗？对。然后他父母之前不是答应了说，每个月补贴我们2000块的那个月供嘛，然后他们没过来住，然后就那个补贴也一直都没有给，没有给，所以到现在为止，这套房子都是我一个人在供。他是因为没来住，所以就不给这钱了。对。那一开始买房的时候说好了吗？说好了，就是我们又来住，我们又掏这个。是的。哦，所以我一直在琢磨他父母到底出发点是什么。是，这我有点糊涂了。你觉得这件事情，你父母占理啊，还是你老婆占理？我觉得我父母也不对。我说我跟着我父母说，我说你既然你答应了，我说你就按照你那个要求去跟你的对象。他说我也是为你儿子好，我是为了你好啊，但是他对他就有成见嘛。我说你有成见归有成见，但是他就不听啊。他说我不去做了，我也看不惯他的行为，我就不再给了。我说那是你的问题哦。但是我跟他说，我说你也不要太过那个纠结了。我说反正这个钱又不是我们给不起。他说他就是为了他这口气，他老是就活在那个当下。今天来啊，有什么诉求？经过老师能够看看他那个怎么调节，他那个暴脾气，还有他很专制那些东西。那那个女士呢？您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呢？我就希望他跟他父母做好他父母的思想工作，把那2000要过来是吧？不是，不要老是说误解嘛。哦，就是改变你在他父母心中的形象。其实我也不是那么计较的人。哦，那其实今天应该请你父母站在你那个位置啊，真的是应该跟你父母，要不然连个线。好像你在这件事情上你是空气，没你什么事儿，对吧？我问个问题，男方有每个月有收入啊？都有正常收入。一般每个月多少钱？6000块钱左右吧。是不是没他挣得多？对，是吧？你这6000上交给他吗？都是我们经济一般都是独立的。独立。那每月的月供是你多付那2000是吧？对。哎，那你为什么不付呢？做其他的。因为他的工资呢，有时候也是要
供其他的，对所以呢，对，可能我这部分呢就比较多一点。有那些项目去对接的。他还乱投资，他的钱留来乱投资的。明白。家庭的开销谁花的多？都是我多一点。首付是你付的，是，是婚后买的。对，写了2个人的名字还是1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写了你的名字。再婚夫妻确实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和矛盾，经济问题、孩子问题。你们现在把这2个都释放得非常大。您现在耿耿于怀的是，这套房子是我的，你的父母原来答应的，给我每个月2000，你不给了，我当然要跟你较真了。但是你们2个人，如果在这样的一件事情当中能够心在一起，根本不可能今天来爱宝。您总认为他暴脾气，你冷比暴好不到哪里去啊？您不是也在对抗吗？所以你们2个人并不是沟通方式的问题，而是认知偏差的问题。你们没有正视自己再婚以后的家庭，我们该怎么过？再婚走在一起是夫妻，我们就是奔着牵手到老而结的婚。我们都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我们更加珍惜眼前的婚姻。所以你们2个人现在要做的是珍惜3年扯证走来的婚姻。谢谢。你们怎么都跟父母较劲儿呢？这问题出在父母身上吗？你们都50郎当岁的人了，自己3年的再婚生活，自己处理不好，把气儿都撒老人身上啊！这关老人啥事儿啊？我都听来听去没听明白，凭啥出这2000块钱给你的儿子闺女落户，给你迁户口？你不应该出这钱呀！我觉得你媳妇儿挺仗义的，挺厚道的。人家婚后出首付买了这套房，明摆着知道这拿钱出来了就成你俩共同财产了，人家没有婚前买。我要是你，我都应该立一个什么婚后的财产约定，这钱是我媳妇儿出的，对，是为了我儿子女儿迁户口的。这个如果我们俩有一天不过了，这房子和我1毛钱关系没有。你写过吗？你写过吗？口头协议说过。口头协议，你还嫌你媳妇儿长了短了的。我听得我都奇怪，我说，人家都没做这要求，够厚道的了。协调你媳妇儿和你爸妈矛盾的，难道是他呀？不应该是你呀？你不应该跟爸妈说这个我这老婆对吧？她就嘴不够那么好，其实爸妈她挺尊重你们的，她可能就是这种脾气，你负责调和，你没调和，你两头说呀。他爸妈肯定觉得那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家庭，我们高干，你不就有点钱吗？你了不起，有钱就了不起。我告诉你，你干什么去了？你年轻时候去哪儿努力奋斗了？你说你分给你前妻了，你自己怎么不再赚出一份家钱？你干嘛吃人家用人家呀？不是拿钱衡量咱们付出的感情多与少，那我们钱付出的少一点，你感情付出多一些啊。我觉得你俩的问题更多在于你。还2000块钱，爸妈本来就不应该出2000块钱，你就应该多赚2000。你还拿自己的钱什么理财这个那个全部上交，媳妇儿你愿意怎么安排怎么安排。这2000块钱我爸妈承诺了没实现啊，这个咱不跟老人计较了。我所有的钱、所有的心、所有的爱、所有人我都给你，他还能像今天这样吗？你是其实挺想好好过日子，也没藏着掖着，但我还得反过来说你，嘴上好一点儿，把话说一说。你都付出这么多了，出钱出人出力，对他孩子也好，给他父母买了房子，你还愿意接公婆来和你一起住，这可是后公婆。你想做的能做的都去努力了，就差这个嘴和行动。你吃亏就吃在这儿啊！我不觉得你没有真心想和他过日子，我认为你想好好过日子，过日子得讲方法吧。头婚就失败了，2婚还不得用点方法努力经营一下呀？女方把话说的甜一点，男方把行动多做一些，把2颗心真正走到一块儿。你们其实我觉得有大把的日子可以去好好相处，别就这么一点小事较劲了。2000块钱你们自己出得了吗？干嘛要老人的呀？于先生啊，您离婚几年呀
离婚也是5年左右吧。5年左右是吧？对。那这5年左右，您孩子的户口是一直跟前妻在一起的，对吧？对。所以你结婚的目的达到了，因为抚养权判给你，你之前没有能力把孩子的户口迁出来，现在结了个婚就有能力把孩子的户口迁出来了，所以你结婚的目的达到了。我觉得父母一开始承诺给这2000块钱，咱另说吧。说是说了，可是真的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吗？圣人论迹不论心，你甭说那个时候怎么想，但是反正现在这2000是没给，所以我有理由怀疑当时只是哄骗着你，让你把首付掏了。要怪就怪自己傻吗？要怪就怪自己太实在吗？于先生啊，就是您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了，咱可以做人稍微厚道一点，去签一个什么东西，把这个房子完完全全的归属到女方的名下。那么对于女方来说呢，可能心里也就平衡一点了，对不对？就当自己投资对不对？资产了。是不是？我就自己买个房子，每个月投2000。你说你这一件又一件，一桩又一桩，对公婆有意或者无意的这些不尊重的行为，不就是因为你心里有口气吗？是的。你如果心里没这口气，你很多的行为不会发生的。如果你一直憋着这口气，我告诉你，你压根就甭过了，过啥呀还？那怎么往下过呀？接下来只会矛盾越来越大，这个疙瘩越积越大。那不就是相互在折磨吗？所以我对你们2个人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大家想一个都让彼此心里能舒服的把这件事情解决的方法，然后我们就彼此让彼此心里面舒坦就行了。您2位岁数也不小了，您这个年纪啊，您父母得多大了？我父母70多，父母还在为了您现在这个状态，然后给操心娶个什么媳妇儿，怎么买套房，怎么落户口，不对了吧？这会儿应该是儿子为父亲操心了吧？刚才莎娜老师问的特别好，离婚5年，5年没有挪过户口吗？也不知道他心里面怎么想，他们也想自己买，我说你自己买就没必要了。你看，那不就是你给拦住了吗？不是，他那个年龄限制了，来不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回到我刚才说的，你5年能忍得了你的孩子跟着前妻的户口，为什么一结了婚就忍不了了呢？不是我，那不就是你结婚有目的吗？不是我忍不了，是我父母要求。是啊，你父母为啥忍不了啊？结了婚以后为落户口让人掏完这个钱了，回头找了个理由我就不给了，说到哪儿也说不过去。还有就是女方这个下车打招呼这事儿，确实。哪怕这车已经发动要走了，你这会儿说停，下来打个招呼辛苦了，爸妈怎么着，你也得有个话吧。当然，从你的角度，我觉得也情有可原。2000块钱闹了，这2000块钱不是钱，是这个事儿的意义，这个事儿的本质让你心里接受不了。所以我觉得，男方回去你得积极努力，你不能再不粘声不粘语了。等有一天女方起来跟你父母直接对着，咱别说对骂也好，或者怎么对着开始质问的时候，你就彻底完了。现在你应该起到一个协调作用。我倒觉得女生不应该隐忍，应该谅解。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老人要愿意出那2000块钱，而房子的名字写的儿媳妇儿？丈夫，你说出了真相。这个户口转的这件事情是老人主张的，对吗？解决的是他们的孙子孙女儿的户口问题，对吗？有再婚的儿媳妇什么事儿？请问，如果当时老人不承诺有这2000块钱的补助，这个房子会买吗？不会。这才是关键所在。所以我怀疑，老公是把老婆当成了提款机，公婆承诺当成了擦嘴纸。你们合伙挖了一个坑啊，一个填不满的坑啊。你看说出去，哎，只给了4、5个月，然后找了一个
并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不给钱了。外人还听着，哎，对呀，老人就是不应该给钱，这是你们的房子呀。但憋屈不都在儿媳妇这儿呢，对不对？咱得叫一个理儿啊。有些事儿咱就得说在当面。你弱，你无能，你可能对他是有感情，但你算计占了多少？至少这件事情这疙瘩解不开，咱把理儿就得说明白了，然后你们才看你们的感情之间到底有真情多少分。我补充2句、啊，补充。这个我其实这话我不想说，但是我还是建议女方那2000块钱还得争一争。现在的问题是她现在自己憋着火呢，然后还得每个月还这2000块钱。就是我试图跟他父母和解，但是我钱没了。不止2000块钱。我从女性角度讲，我不要这2000了，我就跟写一个明明确确的婚后财产协议。您听我说完了，我不要你的钱，但它全是我的。因为我考虑的是什么呢？你们2位这个2婚才3年。但是以后这个事儿说不清楚，各有各的孩子。如果不把这事说清楚，孩子们会容易出问题的，打架的，会打架的。对，如果你真想跟他过下去，那你也得把这个事儿弄清楚了，要不然就你们家按照之前来，你交首付，你们家还贷款，这样2家孩子以后把房子卖了分了都行。但要不然的话，就是打头你们家给我写好东西，这东西就是我的这房子，我以后我要没了，我的孩子处理也好。或者怎么样的，一定把这事儿落实好。从你写自己名字，我就感受到了，你认为这是我的，但是法律是明确规定的，婚后的一切财产是共同财产，除非你们2个人就像刚才说的有协议表明，就是我们2个人自愿，以后我放弃。无论父母付与不付这2000块钱，未来怎么去还这个房贷，法律都会给一个公允的一个结果的。但我想发起一个问题，我想也问问咱们5位老师表个态，同意这2000块钱应该给的，举手。好，你这伪命题，同意。好，从根儿上就不应该给。不，从根儿上就应该给。从根儿上，父母就不应该参与你们夫妻的生活。已经不是根儿就是错的。哎，不同意父母继续给这2000的举手。我们都不同意啊。我同意他给，我同意他给。不是，他给也一样，他俩夫妻共同的，就不如不要他，你自己写一个协议，你们写个协议都是你的，或者卖了。那是法律问题，那是法律问题都可以解决，没有问题。但从情感上，父母必须得给啊，兑现承诺呀。我口头承诺是承诺的。我认为口头承诺是我2个，一个孙女一个孙子，你是4通几出的，到你这里是自己人。哪有那么多附加条件？哎，就是一个条件，孩子的他的孙子孙女的这个户口转到这个房子里，就这一个条件啊，是还是不是？是。什么视同己出啊？但是这个跟老人没关系，跟他有关系，跟老人有什么关系？就这件事，这3方协议，老人没有协议，丈夫，我说这种口头的3方协议吗？家内的呀。老人、丈夫和妻子嘛，就这3分方嘛，为什么不能兑现承诺呢？因为老人没利益在里面。我想起一个问题来，你为什么说？我不知道，我就稍等，别激动。突然想起刚才有一对话，老人没给这2000块钱，给的理由是我不住，我就不给，所以这无理嘛。然后这是无理嘛。最开始买房的时候也是买了这个房子，把孩子跟我儿子的户口落进去，然后我们以后养老也在这个房子，然后我们每个月给2000块钱。是前面都是这么说的吗？是的，一切的前置条件除了落户口，还有一个我们2人要进去养老是吗？没有，不是这样的。他的主要的意思也就是说，就是我们的户口，他2个老人他住不住无所谓。对嘛？那就后来即使他不住，我告诉你，是他单方违约，听懂没有？也是老人违约，是不是人家儿媳妇不让他住，对吗？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待会儿你们俩出来的时候，我们给一个附加条件，什么样的情况下就不用出来了？好吧，大家都想这个问题啊。来，我们请2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张先生32岁，来自湖南，健身教练；江女士27岁，来自河北，健身教练。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我们已经在一起交往3年了，现在也到了适婚的年龄，他都一直没有提结婚。我觉得他不够成熟，我们现在经济条件还不够稳定，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他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包容我们总是争吵不断。他的火爆脾气已经让我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们已经处于分手的边缘。哎，2位都是健身教练，你们俩
这个不行，这个你得这个也不行。这样来就是让我在学员面前或者在同事面前特别就是没有面子，下不来台那种感觉。然后他回去就跟我吵啊，就说让我别说话，就让我自己去忙自己的事儿，没事儿了就反正就别让我说话。他就嫌我插嘴，就他就会觉得很尴尬，显得他没有面子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我没事我会在旁边看别人嘛，看别人锻炼、上课呀这样。我有的时候就爱插句嘴。这健身房是你俩一起开的是吗？对。所以俩人都是合伙人是吗？对。然后在做合伙人的过程当中，就两个人工作方式不一样呗，就产生分歧了。对。那最后咋解决的？到后面的时候呢，经常性就一个月差不多有十多次吧，就争吵啊、吵架。严重的时候呢，就是在馆子里面大吵大闹，不光影响到我的情绪，还影响到会员的情绪。之后呢，我最后就把他自己踢开了，就是说给他自己在外面自己开了一个健身工作室。就拆伙了呗，相当于。对，就拆伙了。这不挺好的吗？自己干自己的呗。但是我自己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而且就我一个人在那么大一个店里，我做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我觉得他就比较有经验嘛，这把我一个人弄出去了，让我还要装修，还要选店铺的位置，然后买材料。等会儿稍等，我问一下，就不是说两个人合伙，你再给他开一个分店，不是，是完全独立出来，让他自己经营一个店，你经营一个店。对。独立出来了好，然后这边呢自己装修，自己买材料，就好累。我也第一次自己干，也是因为跟他认识了以后，在一起了以后，我才就一直做这个健身瑜伽这边嘛。一直都是我，可能之前就负责上课呀，就别的都不太用我管的。后来我自己出去了，太累了。那你再找一个其他的健身房去当教练不就完了吗？我们之前也是这样想的，他的性格吧。他可能跟同事之间，或者是跟领导之间，他接触不过来。健身房开起来了吗？开起来了。开起来了。怎么样啊？装修了1个多月，开起来了以后就进入冬季了。冬季了，大家又不愿意出来锻炼啊，但是我还要交着房租这些，房租也是他交的多，就没有盈利嘛，我就很烦，每天也会跟他讨论，我说怎么回事儿，是不是我这宣传的不到位？还是我是什么问题，让他给我点意见，就不愿意跟我说话，不愿意告诉我，然后最后就会吵起来。那现在这店还开着吗？开着呢，还开着呢。对就在想还要不要继续开下去了。就我每一次跟他问问题，我觉得他都不愿意告诉我，就不愿意跟我讨论。男生，你现在对女生有什么不满？性格比较暴躁，还有我们沟通的方式不一样。他说他我没帮他去选择这个什么店面装修啊这东西啊。其实我给他去参考，我给他说了很多东西，但是说了他只是拿我的东西就是做参考。我说我喜欢黑色或者是红色，他了那就是白色，他选白色。那不是他的店吗？那他可不就选他的？所以他让我给他去参考意见呢。我就想他陪我挑挑，或者陪我去建材市场跑一跑，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那他要不跟你去，你会跟他生气吗？他不说你暴躁吗？我就生气啊，然后他就不理我，我一生气他就不理我。你生气什么表现？对，打我，打你！哎呦！因为他不理我，我非常火大，然后我感觉我再不发泄出来就要憋死了，我一定要让他跟我说话，我就会打他2下。怎么打呀？过年的时候去看那个世纪钟，我答应他的是，就是尽量早点去。我忙完之后呢，都已经9点多钟了，我赶到他那边来10点钟了。然后我们再吃个饭，11点钟左右。我想着4、5公里的路程吧，半个小时怎么样都到了，我们就打个车过去。打个车过去之后呢，然后呢在路上堵车了，下车了去走，人特别多，然后我们就跟着别人去走路走岔了。回来世纪钟敲响了，敲响之后呢，我们没看到，打我，就是把我脸都刮花了。他怎么打你的？他拿拳头拿指甲把我脸这里都刮了一层皮下去。是打着玩吗？就是还是不是打架，这个大街上打的。真动手，真的，这叫家庭暴力。对，然后呢，我是真打的那种，不是那种打是亲骂是爱的那种打。不是，这种不是。我们打完之后呢，我说咱不在外面打闹，咱俩回去怎么打都行。骑着车回去的时候呢，然后他在车上呢也打我，我骑着车来特别危险，他在骑着车上也打我，然后我俩就特别生气，然后就掉头就走了。我就觉得他有一些就是公主的病，但没有公主那个命。
有公主病，没有公主命。那是因为我怎么有公主病了？因为他这不刚开了一个店嘛，然后开了一个店了，现在还处于一种就是没有盈利的状态，特别控制的节约开流了。然后他自己还就是想吃点水果啊，挑特别贵的水果去吃，就是冬季的反季节水果啊这些东西。然后我就经常去跟他说，我就说那个呢，开流节约一点，因为咱本来开店没正常收入，咱能不能就是不要花钱那么大手大脚，咱节约一点，然后咱俩好好攒点钱。还有吗？你不满的地方？我觉得你这憋了多长时间呢？憋了很久了。憋了好久了是吧？最严重的就是什么呢？我们8月份的时候。然后那1个月跟我吵架、打骂10多次吧，10多次，一个月动手是吗？对，实在没辙了，就是打架10多次之后，然后我们9月份，然后我就给他找了一个店，10月份我们就开始就给他开这就说回到为什么要把他让他自己去开店了哈。对，而且虽然说是让他自己去开，但其实投资是所有的钱是你拿的，对吧？对。1个月打10几回，真动手，你就没想过说咱算了吧？何苦呢？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他打完我之后，他自己又哭了，我就特别难受。他一哭，我就感觉到这可能就是我做错事了，或者是我没照顾到他。我的处理方式就会哄他，或者给他买礼物，第2天来去给他做检讨。给他写了好多检讨。被打了还要买礼物，还要做检讨。对，然后周而复始又被打。对，不是那个姑娘，其实你男朋友说这个时候他是既委屈又心疼你的，他都快哭了。我以为你会哭了，说亲爱的对不起，我之前做的不好。那他是真舍不得你，被打都舍不得离开你。因为吵架嘛，就跟他说话，他就不跟他吵就吵不起来，他也不跟我说。这啥虐恋呢？因为他不理我，他老跟我冷战，我才动手的。我也没有很用力啊。说到刮他脸那次，我其实也不是故意的。这是第1个不满。第2个，我觉得他其实就是感觉他对生活中不能自理，什么都要找我像保姆一样。就比如说刷牙。就牙膏就放牙杯里，分2层放，一个黑的嘛，一个白的。我说黑的找不着就找白的，就问好几遍。明明我出去3秒钟不到就给他拿下来了。就家里的物品常用的都放在那个固定的位置，他什么都不找，什么都要我给他拿，我也很烦。家里面大部分的家务谁做呀？我做啊，做饭啊，做家务都是我做。那他干嘛呢？玩游戏，玩手机。不就是已经看到了婚后的状态了吗？都在一起3年了，我觉得这些都能改掉。哦，3年都没改，然后结个婚就能改了是吗？女生，你不是一开始上来还说为什么他迟迟不提结婚嘛，对不对？这个是不是也要个答案啊？我想问问他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哈？第一个呢是我们现在工作还不太稳定，收入还不太稳定。所以我还没想过去结婚。第2个呢是因为我自己还有个哥哥嘛，有35岁一个哥哥，然后呢他呢现在是个不婚主义者，他多多少少也会对我有点影响。最后一个呢是因为他那个经常性的暴力，其实我们生活中呢就是很多时候呢都有很多不满、暴力啊这东西啊，最后都是我去妥协，就让我难以接受。这答案挺耐人寻味的，姑娘，你听懂了吗？这段感情到底是能不能发展下去？发展下去的结果又会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每一个老师心中肯定都有不一样的答案。确实想不到，我刚才听到男生说您暴力的时候，我脱口而出，表达的是惊讶，因为这么一个淑女型的女生。竟然会1个月动手10多次，打到最后，他任何事情都只有求饶。是的，他被你打服了，但是你们这一段感情打散了呀。在热恋的时候都不能2个人在一起把这份事业做好，你们能吃到一锅饭去吗？能成为一个家吗？刚才男生给了你3大理由，我认为是他的心声，但同时他也给了你面子。说到底就是他认为和你走进婚姻是不合适的呀，他没有信心，没有把握，甚至他认为没有未来。所以今天很简单，我们大家冷冷静静的，和和气气的，正视
两个人这段恋情存在的问题，该说分手就分手，进了这个门，该转身的就转身。谢谢。我也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啊，我是建议你们分开的。说实话，女生，你都不应该是来这儿找我们去来协调你认为你们之间的问题，让我们帮你劝你男朋友早点定一个婚期。你应该去学一学心理学相关的知识，甚至去看一看医生。一个女孩子完全不知道控制自己的情绪，想动手就动手，我觉得这不是情绪的问题了，这是你认知有问题啊。就是因为你找这个男朋友，他能够纵容你，他不舍得对你施暴。我跟你说，你动手他还手，这不叫男的对女的家暴，叫自卫。他不舍得动你，你换成别的男人，你动手一次他可能忍了，你动手第二次他让了，第三次他还手了，你就被打怕了。你就是被他惯得无法无天，恃宠而骄。你试试换个人，你男朋友是善良的，他觉得哎，小姑娘20出头就跟我好了，对吧？我得对他负责任，他这个闹情绪我忍吧，我是个男的。男的咋了？男的就应该挨打吗？就应该天天惯你这坏脾气吗？你遇到下一个男朋友，吃亏的一定是你。一个27岁的女生不知道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知道管理自己的生活，你还能进入婚姻啊？我都劝你主动离开他，他把你惯坏了。男生说实话，善良归善良，愿意负责任是好事儿，但是没有底线就是你的问题。你以为这3、4年的时间是他好端端变成这样吗？你不作为啊也不行，我就躲，我就冷暴力，我就求饶，我哪怕出钱让他去开店，这些行为都没有效，而且你们持续消耗下去，让你更恐婚。本身婚姻是一件好事儿，是2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因为彼此相爱，彼此愿意支撑对方的生活，走到一起，共同体验并且抵抗我们人生的风雨和彩虹，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更加快乐。所以你也选错了对象，你也没这金刚钻，也揽不了这瓷器活。你也别眼眶红红的说，哎呀，我不忍心，他是因为爱我。他这种打你想要控制的这种行为，一部分是爱，更多是一部分他内心他有他的问题，这个和爱无关。你放手反而他有可能成长，你继续拖着，你们俩一起越陷这个泥淖越深，越来越痛苦，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建议你们分手。有一句话是这么说，这个爱情
各自安好，就这样。在你们俩刚才说所有事情的时候，我对最后男生说的这几个观点，我表示一定的疑问。你刚才说了拒绝女生有几点，有3点是吧？对，我也觉得我能理解你为什么说女孩这个有公主病没有公主命，对吧？这是前后挂着的，咱能听懂的一件事儿。你第二个说的是你哥是吧？对，可能你哥是一个什么不婚主义者是吗？对，多多少少会对我有点影响吧。那对你有多大影响？25%的影响吧。就是说你会有一定的几率我不结婚。不是，会影响到我对婚姻的有一些恐惧啊，或者这些东西啊，会有这些。那么现在你跟女孩在一块儿，就是你真的喜欢她，2个人一块儿这么多年了，你也愿意跟她一块儿，她打你什么的，你都不介意？还是介意的。那介意，她打你会不会激发你那25%的不婚呢？会有一点。你跟她说过我有不婚主义的这个想法吗？他知道我有哥，然后还没有结婚啊！不，偷换概念了，这个不对。他知道你有个哥，到现在没结婚，跟你哥是不婚主义者，你跟你哥有相似的想法，他知道吗？女生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呢？你既然坦诚的在这个舞台上说出来，我跟我哥差不多，我有不婚主义的想法，而这个女生来，你应该很清楚。虽然他动手，他打人，他有他不对的地方，但是你知道他的终极目的是要跟你结婚，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有可能不跟你结婚，甚至因为你打我，虽然我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块儿，但是因为你打我也好，因为什么呢？我会考虑进入到不婚的状态，我不跟你结婚。你有跟他说过吗？没有，这是你的问题啊。你为什么不跟人说？你别耽误人家。我不是说不婚主义。我只是说，他可能会影响到我对婚姻的判断。那好，他现在想结婚，你觉得他现在的一切行为，包括打你也好，会影响你对婚姻的判断，然后你决定不结。对，他现在就想结，你现在怎么跟他说呀？实事求是告诉他。我个人觉得你们俩人现在就心智完全不成熟，根本就没有想好什么叫婚姻。女方有女方的想法，可能女孩可能更柔弱，当然也不能用柔弱这个词，因为2位的这个身体状态都挺强的。但是我是觉得过日子2个人是心灵上，我建议你们理智的想好要不要继续走下去，好不好？女生啊。
谢谢曲总。那接下来我们两组嘉宾要先回到门后，但是啊，在回到门后之前，我得给我们的今天的第一组嘉宾设置一个条件。刚才说各位老师想一想，如果2个人同意，夫妻2个人共同来面对这一套有房贷的房子，共同来还房贷，就出来了。这件事儿，我觉得理儿错在了父母承诺了，甭管是口头的还是笔头的。但如果现在放在小两口身上的话，那要做另外一个转换，就是老公，你一定要把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转述给你的父母听，因为他证明他们不是全在理。第二，你要多拿出一些钱来负担2000块钱的事儿，你拿出来是一个态度，但老婆未必会收，你懂吗？就是要不然就是签个婚内协议，对吧？同意这房子，就是说明白了，也真的是别给子女们找麻烦留隐患。对，这房子就是女方自己的这个个人财产，对吧？你们写这么一个，要不然就是2000块钱你每个月掏了，别让女方再付了，行吗？你们同意这样的解决方案就出来。但如果你们2个人没想好的话，或者说女生心里这个结儿压根儿，我觉得我就是过不去的话，就别出来。男生如果没态度的话，你也别出来。就算你出来了，我也让你回去。好吗？那么对于这小年轻情侣的话，你们2个人就继续处就出来呗，继续处就出来。如果觉得可以冷静冷静，大家都先冷静冷静，不一定说今天就分开啊。你们2个人就可以选择不出来，好吗？我最后补充一句，你都敢说出我会受到不婚的影响，我觉得其实这个话在这个舞台上说很伤人的。你当着女方的面就已经很恐怖了，这个话。我真的觉得曹老师，他不是不婚，他就是遇到他现在不想娶了。我的他换一个姑娘，你就给人痛快话，就是别说我不婚，我受人影响，就是说你打我，我忍不了，对，就可以了，不要坦诚一点，推卸责任的话。我同意，这个面子不用给。对，我们就明明白白告诉女方，我们没有办法走到未来的。来吧，请我们2组嘉宾回到门后，谢谢大家。你咋了？还想把他俩撮合在一起？你看女生哭的，哎，哭是好事儿，哭就将就啊！不是，这哭真的是好事儿。他要能从今天发现自己有问题，成长了，成熟了，他能遇到一个真的爱他、愿意娶她的呀。所以他改了。另外，这个男生还有一句话是，这里欲言又止没有说出来，他也供养不起这个祖宗。这是于老师读懂的，我觉得有这个理由，乱花钱还得给你开店，付房租不挣钱。公主有公主病，没有公主命，这不在他说的吗？我不想把你宠成公主吗？他只是没把事实说出来而已，不好意思说。行吧，我们还挺期待今天我们这2组嘉宾的结果的。来，在揭晓我们第1组嘉宾结果之前呢，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金云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我们本期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第1组嘉宾他们是否会选择出来呢？来，3、2、1，请开门。这一对肯定会出来的，都闹明白了。还是有爱做基础的，我觉得。主要是看他俩的态度。对，你看牵着手出来了哦。来吧，我看看要不要把男士轰回去。你有啥态度吗？因为今天来到听到那个老师那么多，给了我的很大的那个心理，我都很理解了，所以我也是决定回去之后用我自己个人的行动去劝服父母，还有我自己也要做我应该做的事情，用我的爱去感化他。你这有点虚。你这说的全是假大空。您赚的收入愿不愿意拿出来付房贷？以后我的收入都给他来管。哎，这就好了嘛。以后我的收入都由他来规划，由他来做。对，投资理财是个态度，他来定，这就是个态度。女士怎么样？你觉得？现在舒服多了。行，舒服多了，那就抱抱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浪漫30秒。以后听话啊。谢谢你们啊！重组家庭不容易，婚姻之路很难走，希望你们且行且珍惜。
祝你们幸福啊！好，谢谢老师，谢谢你们，再见，再见，拜拜。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我们这个小年轻情侣他们怎么办了啊！好了，我们一起来揭晓结果。3、2、1，请开门。真的不要出来了，别出来了吧？别出来哦，好，没有，走了，走了，走了，好，这好事儿。不管怎么着，冷静冷静也行哈。对。可能不经历一些痛苦，这个女生也没有办法成长。我们希望是能够通过一些事情让这个女孩得到成长，男孩也需要成长。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